对于中国人而言，说到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在不久前呢，国家副主席曾经建议所有的党员都读一遍这本书。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要从他的另一本影响全世界的巨著说起，那便是《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在当时对美国的社会研究就已经入木三分。事实上呀，让他在法国学界声名鹊起的著作便是《美国游记》。之后呢，他进一步精炼出了《论美国的民主》，轰动一时，成为了近代社会学的奠基著作。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要从这本书中的一个观察说起。我想无论是在国内的平台还是海外的平台，无论你现在抱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倾向，这次的内容都会让你对我的好感度降低。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琢磨一些奇怪的课题，那么今天的选题我想还是有意思的，看到后面希望你也觉得有趣。托克维尔呢，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蓄奴州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都显著地低于自由州，甚至呀，在他计算了当时北方的工人工资和南方的奴隶生计支出再对比之后，得出了结论说，使用奴隶的成本比使用自由雇佣工人更高。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奴隶主虽然不需要向奴隶支付劳动报酬，但是却需要负担奴隶在劳动时间之外的全部开销，包括提供衣服、住房和全部的生活设施。在奴隶生病和不适合劳动的时间，也要负担他的正常生活开销。这也符合我们对奴隶制生产效率的一般印象嘛。作为奴隶，连自己的人生都是别人的财产，那么理论上提高效率的附加价值就完全不被自己占有，那肯定是零积极性，自然效率极低。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基础的问题：为什么奴隶主不把黑奴全部解放，再以自由雇佣的方式把他们雇回来呢？既然成本也输了，产出也输了，那么作为资本家还有什么好坚持的？托克维尔也暗示了这个迷思，但是没有解释，可能在他的时代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现在一般的理解是，当时正处于美国统一的全国市场，英国开辟了世界市场的初期，那么产能是绝对不足，对于经营者而言就是劳动力的绝对不足。奴隶主因为这种担忧，宁愿把奴隶契约改得接近于长工劳动契约，也要维持他们的奴隶身份。总之，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十年，美国的经营者们也都理解了奴隶劳动不如工人劳动，而且奴隶工厂总是出现各种人道问题，而使得30年代之后呢，北方的经营者圈子中非常鄙夷传统的奴隶主。但是其实呀，奴隶庄园的生产效率更低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至少在19世纪的美国不一定是这样。其实呢，在当时有2种奴隶庄园，一种奴隶庄园是我们在围炉12载呀、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些优秀作品中常见的血汗农场。这种庄园里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成本却不低，收益的效率并不好，大多都集中在南方。而另一种奴隶庄园则是介于中文中的包身工和长工之间，待遇制度与长工类似，但是没有迁徙的自由。这种奴隶庄园其实南北方都有，只是北方比较少。比如当时阿拉巴马州奴隶庄园中2种典型的奴隶契约，其中的一种规定便是奴隶拥有收获物的2/3，上交1/3给奴隶主，但是相对的，奴隶需要自己承担房屋的装修开销和衣物费用，以及帮助奴隶主支付他的产出这一部分的收入税和监工费，而房屋和伙食费用则是和传统的奴隶一样由奴隶主承担。那么在这种契约之下，由于有了自己积累财产的机会，而赎身费用又非常的高，很多奴隶为了赎身会工作得更加的卖力，等他们工作了几十年后为自己赎身，反而老年后成了自由人，替奴隶主省下了他们的养老费用。这种形态的奴隶呢，当时对于资本家而言效率相当的高，甚至高过了自由工人。这种形式的奴隶庄园中，奴隶主也有更多的空间去施展管理技能。比如佐治亚州一名奴隶主就在信件中坦言，世人都有懒惰之心，奴隶们也常常会因为负担太大而失去了赎身的欲望。为了应对这样的问题，他在奴隶庄园中修建了更舒适的医院，来保证奴隶的工作状态，引进了长期的日托服务来减少奴隶的家庭顾虑，聘请了当地有名的乐队，每周都来表演几个小时，以确保奴隶们对自由人生活的向往。那么对于经营者而言，到底是这种奴隶制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呢，还是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呢？这个问题其实是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才有了高价值的解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教授在1974年出版了《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搜查了巨量家庭账本、商业记录、庄园档案等等一手史料，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重新研究了19世纪的美国奴隶制经济，最后得出的结论石破天惊。南北战争的前几年，正是南方奴隶制最强大的时期，典型的南方奴隶制庄园的投入产出比
比典型的北方家庭农场还要高了 35%。由于这个结论呢，在当时是过于震撼，以至于这本书的出版都被推迟了2年，进行同行评议。最终是资料的信度和调查方法都没有任何问题。1989年，福格尔教授又出版了《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更多奴隶和奴隶主的生活状况被大家看到。根据福格尔的研究，生活水平角度看，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黑奴的营养状况、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英国贫困工人。对于英国工人的生活状态，福格尔是采用了恩格斯的研究。从奴隶庄园的伙食开销账单和黑奴的日常食谱来看，1860年黑奴年均肉类消费量是179磅，是21世纪美国人的3/4左右，甚至高于1964年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同年代对比的话，1860年意大利典型工人的年均肉类消费量却只有9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呢，从18世纪后期到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出口型农业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以1791年的棉花产量为基数的话，到1801年，美国南方的棉产量增长到了10倍，再到1825年增长到了90倍，到1860年已经达到了1791年的500倍，占了全球棉产量的2/3，也占了美国出口总额的1半。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了极大的非议。从研究发表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0年间呢，一直有很多人指责他是在为奴隶制翻案。不过，福格尔本人是娶了一位黑人太太，他强调这些只是科学研究，结论来自于数字，而不是来自他的观点。福格尔当然不是为奴隶制招魂，因为如上所述，他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我们印象中的奴隶制。当时的美国南方奴隶制体现出了相对效率优势呢，也并非是无条件的。某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就谈到了，在一体化的市场环境里，同时存在着自由雇佣和奴工2种体制，同时奴工体制又按照现代化的分工、组织和管理方式来运营，管理者又具备资本家的意识和头脑。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奴工体制会体现出相对自由雇佣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奴工体制可以迅速地学到市场经济中的技术和管理进步，甚至将其更极端地应用于生产。比如北方的惠特尼发明了棉花脱粒机，主要就是为了南方的种植园经济的生产效率做贡献。可同时，北方的市场经济却没有办法学习南方奴隶制的经营管理方式。比如奴隶主可以设计需要奴隶拼命工作几十年才能还清的赎身费，而同时代的欧洲劳资双方呢，已经碰到了50到60个小时的市场经济周工时极限。于是奴工体制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就具备了一定的不对称优势。显然，当时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庄园就同时拥有了这些条件。其实同样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也能看到。鲁迅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其地位还下于奴才。史实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但是可以看出，清战胜了明之后一段时间里呢，是出现了主奴关系优于君臣关系的认知错误。当然，作为逻辑的完整性，话题都说到这儿了，我必须要问出和开头正好相反的问题。既然这种引进了近代管理和技术的奴隶庄园比家庭农场对经营者更有效率，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优于工人，也在北方存在过，那么为什么极少有工商业资本家转而投资当奴隶主呢？这个问题我找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找到有大脑的回答。可能和视频开头说的情况一样，工商业资本家利益大于奴隶主也是常识，所以几乎没有大脑会选这个课题做研究。我个人肤浅的猜测呢有2个。第一个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北方的经营圈子中非常的鄙夷奴隶主。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认为他们中如果有谁要改行做奴隶主的话，需要付出的隐性的社交成本和商业资源大到不可接受？另一个猜测是，这是一种自我定位隔阂，工商业资本家不认为奴隶主和自己是同一个社会定位。我们现实中也不总是选择高收入的职业嘛，当然这2个都是我猜的而已。总之呢，19世纪的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并不是低效失败的，甚至比同一时期的工商业更有效率。美国南方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比同一时期欧美产业工人差，二者的境遇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极不人道的。那我看到这个结论时是很受冲击的，但是并不影响我对奴隶制的反感。可以借用福格尔教授的2句话表明我的态度。一句是，如果一个系统既道德又高效，那将是天堂，至少19世纪并不存在这样的系统。另一句是，南北战争当然是值得打的，因为效率它是为了价值而。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